大家好，我是风。那上一集呢，我们完成了这个无砖的火药农场。如果你已经照上一集影片也盖完了这个装置，那要特别注意这个生怪压制。那生怪压制呢，会影响它的这个生怪效率哦。那另外，我先穿一下装备。自从这个无限村民之后，其实村民会大量的繁殖。带领大家去看一下村民生产的地方。好，这里是村民生产的秘密空间。那村民被绝育了，他已经其实被围起来了，所以其实村民在一阵子之前呢，他就不会再生。可是呢，我在这个存档呢，就是经过这个大概将近900天的这个发展之后，我发现每次只要靠近交易中心这里啊，都蛮卡的。所以呢，其实呢，我大概花了一些时间哦，把村民呢做一些整理。怎么整理呢？就是呢，我把需要留下来的部分，比如说以这个附魔书来说，我只有留下这个，比如说比较特殊的冰霜行者的，还有这个比如说锋利的，跟这个修补的，对，那这个是效率。那其他的村民我就先请他回老家了，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好，那还有其他的，那刷石机我就先留着，因为我这还有石头要刷，刷完之后我可能也会考虑对，先请他们回家这样。那武器匠跟工具匠这边我也留下，比如说斧头有留下，这个剑有留下横扫跟锋利的。那这里呢，工具匠的话有留下这个效率3的铲子跟镐子，那这边有留下斧头这样。那这里装备的就是盔甲的部分，我就先暂时先不动，因为其实我在做到这边之后啊，感觉又回到刚创地图的时候的这个滑顺感，所以我觉得一下子请那么多村民回老家呢，有一点不人道。那再来就是说我这原本有的村民大概有20-30只吧，我通通请他们回老家了。那要怎么样请他们回老家而不会被村民累积那我是用沙粒，对，我是用沙粒，对，先请他们回老家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再下来这样。好，这是村民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上一集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火药农场，那这一期呢，我们之前影片有介绍这个鞘支大炮，它可以去减少我们这个烟火使用的数量，也可以在一发射之后呢，可以飞非常远的距离，让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它有多快呢？我记得之前频道在拍这个鞘支大炮影片的时候，它大概可以飞个几百个、1000多个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建造这个鞘支大炮？主要是我们常常往返中介。那中介我们去看一下，这中介我们的中介传送门的位置大概会这边有大概1600。那1600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200台船，200艘船去建造这个装置。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鞘支大炮，我们就来做一个实作吧。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材料。那这边还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说，如果要让这个无砖的火药塔呢能够最高效率，那我后来有花一点时间去改，我原本是2层嘛，对不对？我改成4层。那并且呢，我们以这个地板的高度，目前的地板高度是86格，往上算128格，会形成一个半径为128球体的一个距离。那球体在这个距离128格下来之后，怪物会刚好在这一格消失，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能够让它衰落之后呢，物品能够累积进去，所以大概要挂机210格。我们上去，我们直接飞上去。好，这边的高度是210格。那站在这边挂机的话，不管是白天晚上，原则上距离只要算对，那它在下面的苦力怕呢就会一直生成。我地图里面的所有地方，其实它的距离都会超过，因为我们刚刚算126格，正确128格下面的话，会是刚好是我的地板跟地板下面的那一格。所以原则上，我站在这个地方挂机的话，会生怪的地方就只有我的苦力怕塔。所以它的生怪效率会高蛮多的。那我记得我之前挂了大概几分钟吧，我们这边看一下，对它的效率就会非常高。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够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把它延伸到左右两侧，然后4排漏斗盖起来。
或者是往上再叠。那记得不要叠超过128个，跟离挂机点不可以距离24个之内，那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决定这个中传门这边，中介传送门这边，我们需要做一个撬式大炮往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坐在边缘好了。那这个撬式大炮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碰撞挤压的方式呢，我们把它推出去。好，首先我们先铺一个3×3平台，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放鹅卵石墙2个，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放2个实体方块。好，然后再来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这个的地方放上我们的发射器，这样放。好，好，这个我先放上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2个敲掉，这个也先留着哈，这个先留着，我们先把它敲掉，贴着鹅卵石墙放一个告示牌。接着呢，在这个告示牌旁边，我们再放一个告示牌，像这样。好，然后在下面呢，我们倒2桶水，2桶都要倒哦，这边1桶，第2桶。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需要把漏斗接到这个发射器里面，我们去接发射器，让这个船呢能够传送进去。好，这边1个，这样可以，两边可以快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做一堆船，把它放到箱子里面去。好，目前已经不会往下传了，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要做连闪装置，把所有的船呢发射到这个上面去，把所有船发射到这上面去。这个这个地方还要再补一下方块哦。这个我刚刚要再补一下方块，这里我们在这个石墙上面也补一下方块，像这样，然后这样船就不会掉下来了。我们就是只要对这个方块呢去放，这样，然后接一个对接的侦测器，这样就可以了。哦，它船就一直放进去了。这边看得到吧？看一下啊、对，这边就看得到。我们让船先放进去，让船先放进去。好，放完了，这个放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先敲掉了。那这个时候要小心哦，千万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哦，千万不要靠近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敲掉，这个也可以敲掉，这个也敲。那记得不要去碰到船哈，千万不要去碰到船，这个我们都先把它敲掉，我们都先把它敲掉，它会影响到我们作业的东西，我们都先把它敲掉。那只要记得不要去碰到船就好了。好，像这样哦。那再来，我们拿我们的玻璃片，这个地方铺一块，这样。这个地方也铺一块，这样，然后我们在上面的地方呢，这里也铺一个玻璃片。我们从旁边好了，这个施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这边地方也放一个玻璃片，正中间就是船的正上方放一个玻璃片，然后在玻璃片上面，我们也准备要用活塞哈，用活塞把它推进去。这个地方我们用活塞把它推进去。我们准备一个活塞。像这样，然后用拉杆呢把它推进去，有没有？船被压下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活塞回收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碰到啊。这个我们应该碰不到，这边应该碰不到。有碰到，有吸到吗？有吸到，有吸到。那这个就没关系。那这个方块呢，上面这个我们一样用活塞把它推进去，所以这个方块我们一样用方块把它推进去，像这样。对，这个啊，这样，好，我们把它推进去，像这样推进去，好，所以完成之后呢，会只有1格空间。那我们最后呢是要利用这3个玻璃片所围起来的这个空间，这个玻璃片可以打掉空间哦。那我们这边可以铺上我们的玻璃，
在玻璃片上面可以铺上我们的玻璃，像这样。所以这上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用的空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先把它围起来，像这样。好，这个我们把它挖掉。好，我们叠个3个高。好，那我们等一下玩家呢是会从这个方向往前跳，所以这个地方为了要让它方向能够稳定一点呢，我们在旁边的地方把它固定住。那这个地方方便出入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楼梯。这样，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下面的地方，也就是玻璃片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哎呦，不要靠近它哦，这我们先把它清掉，这个都先清掉，这个可以把它清掉。好，那最后我们就在这上面这个地方呢，我们铺上半砖，我们在这个玻璃下面铺一个半砖，这样铺。好，这个半砖是一定强迫它能够我们挤压过去。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船打掉，下面这条船打掉哦。好，打掉之后就会看到那个水花效果，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水花效果如果没有出现的话，这个装置可能就失效了。所以在刚刚我们做完这么多动作，包含把船放到水里，用玻璃片把船压到水里面，跟后面的活塞这些动作做完之后，我们最后把这个船打掉这个动作，请大家一定要确定这个水花存在，它才会保证这个装置不会失效。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实验给大家看，这个装置能够让我们飞多远哦。好，那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中介传送门的距离大概是1541格嘛，好，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能够飞多远。我们先把东西都先拿一拿，我们的东西先拿一拿。好，这个拿一拿，我的拿一拿。好，那我们就往前飞咯。那希望可以这个缩短我们之后的交通距离。那这个使用方式很简单，就是我们上去之后，再往下坠落的过程呢，启动鞘翅，也就是按空白键。好，启动鞘翅之后，接着往你要飞的方向，它就会飞过去了。那我们看看直接飞过去呢，可以直接离中介传送门多近哦。来。请大家看，现在目前中介传送门距离，看到没有？已经剩700格了，有没有？600格，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用烟火哈，我目前还没用烟火，没有500格。其实我已经到了，我一个烟火都没有用，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我一个烟火都没有用。我就已经到我的目的地了。当然，我这个地方我是入口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鞘翅大炮呢，在飞1000多格不使用烟火的状况之下，只要起飞的角度正确的话，其实是可以让玩家直接飞1000多格的。这个装置的船如果越多，就可以飞得越远，那就看你们要多少船。其实可以飞更远。刚刚我们看有。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刚刚我其实距离非常的远。那如果要回程的话，那建议就是在去程跟回程的点呢，都可以做这个鞘翅大炮，就可以缩短很大的交通距离。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方式，这个玩家都可以去选择。那目前这个鞘翅大炮是我觉得在生存里面比较简单盖的一个高速传输的一个交通工具。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那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加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那下一集就是做我们的甘蔗鸡哦，拜拜。